门下自有青州名女梅林，救驾有功，忠顺可见，特封宗硕郡主，赐陪嫁100台，享和亲公主之贵，以和亲于西燕少君，以示两国交好，主者施行。梅林救驾，不为赏赐，只求青州一案能够真相大白。青州一案，这一责成三司重审，定会给青州一个交代。你心怀大义，朕深感欣慰。从此以后，大燕皇室就是你的娘家，相信你会与燕妃一样，为两国和平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少君，此为我大燕开通青州边贸的各种文书，涉及两国百姓惠利之事。大燕愿与西燕共襄盛举。待本君与少君妃回到西燕，定第一时间与父君商讨边贸事宜，再派使者出访，以敬谢大燕皇帝之相助。陛下圣明。
门下罪臣慕容玄烈、魏谋上尉与原贤王府詹事李钦、原莫州守备张应合谋，于昭明15年火烧青州，嫁祸威北军，致使忠义之师覆灭，青州百姓死者不胜其数，生者倍力艰辛，实乃大言千古罪人，罪极当诛。今召天下有司，威北军赐灵刻碑，以慰忠灵。青州免赋3年，以祭亡魂，主者施行。陛下圣明。景王私蓄武装，本应治罪，念其救驾有功，功过相抵。谢父皇。云落梅纵容罪人，加害忠臣，念在你有悔过救驾之举，免去死罪。罢平南军主将之职，贬为莫州司户参军，无诏，不得返京。谢皇上。镇城祖业35年，自认兢兢业业，不期教子无方，以任非人。青州人祸，亦是朕之过。朕会下罪己诏，以铭记惠阳百姓，治安天下之责。终于打胜仗了，开心吧？开心死了！我跟你说，我媳妇儿寄来家书，说儿子已经会下地走路了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！哎，能不能让嫂子给我也介绍一个媳妇儿啊？行啊，我媳妇儿刚好还有个妹妹，回头我跟你说说啊，是吗？好啊，那咱以后就亲上加亲了啊！杨副将，你年年都留守军营，这回打完了，你终于能回家看看了。我是青州人，收回了青州，就是回家了。是啊，将军说不破西燕不归家，俺还跟家里老娘说至少要10年，没想到俺这就回家了。哎，咱们这就回家了。我们到家，你老娘就再也不用在门口等着你了。是啊。将军。泾河，奉命。
我幻想过无数次你穿嫁衣的模样，但没想到会是在如此的境地。我还以为你不想再看到我了。嫁给殿下，也是落梅的心愿。有你这句话，纵使我下地狱也是开心的。慕容玄烈这一生几无纵情畅快之事，所有美好的回忆都是跟你有关。至今，我仍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每一处细节。那年你8岁，公侯府的公子们围着我，你要帮我出头。你说看不惯以多胜少，想起来那还是我人生第一次打架，真是痛快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8岁的小姑娘是将军家的女儿。每次你进宫看贵妃娘娘，我都绞尽脑汁要去凤仪宫。时间久了，娘娘也觉得奇怪，我只好找老三当挡箭牌。现在想起来，原来这么早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因为我不敢。你知道吗？我有多少次看你，你就有多少次在看景和。即使我告诉你我的心意，你也只会选他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可能结果就不会是这样。会吗？会。但你若选我，我就不敢去赌任何失去你的可能。能死在你手里，此生圆满了。殷将军敬的是毒酒，而落梅敬的是交杯酒。
你想找什么样的父勋？我啊，这个人呢，他一定要打得过我。还有呢？他要能让我带兵打仗。还有呢？他要早点跟我坦白。那好，来世我们早点成亲。有你看着，我就不会走错路。好。爱是春花一璀璨，我们穷尽一生也忘然。手儿多的歌儿浮世空一叹，他是我太难。人舍的情人，心和这深情也不安，也曾所爱，爱恨悲欢，我们终有。就只能送到这儿了。望将军一路山水重重，都能云开月明。如今，我已担不起你现在的这声将军了。当年青州大火之后，西燕主战派石胜，称要踏平青州，扫荡我大燕疆土。我知道，是殷将军力挽狂澜，给了青州10年时间休养生息。如今，南越军不断骚扰我大燕边疆。我相信，以你的能力，不出3年，必定会让南越主动议和，而殷洛梅也定会重新掌管平南军将印。届时，本王再与殷将军痛饮庆功酒。好，这顿酒我喝定了。那日我与他喝了最后一杯酒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真的会选错。只要你还记得冲锋谷，就一定不会选错路。殷洛梅，保重。儿臣见过父皇。这翡翠绣家，还是你出生那年，真命人特制赏给你母后的。翡翠绣家裂了缝，你喊冤，朕跟你母后都没相信你。青州之事，你受了委屈，朕还是没有相信你。老三，你心里怨朕。是。可儿臣更怨自己。儿时顽皮，犯了错怕受罚，
都推到大哥头上，以至于儿臣后来喊冤，也没人相信了。那时，父皇不信儿臣，也是自然。老三，你没说真话。父皇希望儿臣说什么呢？其实你一直怀疑朕，是朕包庇你大哥，所以你才用和亲美人刺杀自己，意在用舆论逼迫朕，对吧？请父皇治罪。朕若想治你的罪，便不会在这荣安殿见你。朕想听听你的心里话，就是父亲想听儿子的心里话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对我说心里话了？父皇，当时您真的没有怀疑过，是有人刻意给儿臣、给魏北军泼脏水吗？为何当初不彻查此事？不是不查，是查不了了。当时外敌环伺，民情激愤，越查越是危险，所以朕不断地提醒自己，也许真的是老三贪功犯了错。总之，必须快速给天下一个交代。儿臣明白了。父皇终究是天下的君王，不是儿臣一个人的父亲。罢了，是朕太贪了。总之，经此一役，朕便可以把这大燕的江山交给你了。父皇，怎么？你还想上战场？朕从来没有想过让你长留军中，也没有想过让你一直统领魏北军。朕已经为魏北军证明，你也有自己的路要走，该放下执念了。慕容锦和，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待。父皇，儿臣还有未做完之事。你要干什么？儿臣想去青州。如今青州乃是父皇与西燕少军拟定重修和平、开通边贸的城郡之一，这是重振繁华的好时机。青州毕竟是因为儿臣才遭此劫难，由儿臣来做这件事，也算是善始善终。也罢，当年你在青州失去了民心，如今也应该在青州找回来。青州，绕路青州只耽误半日路程，我想你一定想家了。青州大火之后，我便没有回来过。没想到一别竟是10年。梅林，你阿爹阿娘葬在哪里？阿爹阿娘没有坟墓。当年死了太多太多的人，为了防疫病，官府一并收敛了尸骨，都埋在了这片地上。这些石堆是活着的人用遗物堆起来的，就算是祭奠了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
我的簪子你可要保管好了，若有一丝损坏，你要用一辈子来赔我。阿爹，阿娘，女儿回来了，我们青州的公道讨回来了。是他。陪女儿走完了这条路，少君，我把13弄丢了，让他好好哭一场吧，哭出来，才能继续往前走。姐姐，你可以帮我把这个挂上去吗？我想求神仙帮忙。这个祈福带只有挂在高处才能求神仙。可阿爷说，爹爹和娘都去了天上做神仙，他们在哪儿，神仙就在哪儿。来。妞今天想多吃一个果饼，帮帮妞妞吧。妞妞，你是神仙派来的吗？妞妞说的对，家人在哪里，神仙便在哪里。这石堆不光可以用来祭奠，也可以用来祈福。阿爹，阿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把不开心的事都忘记。我要好好活着。待到太子谢罪伏诛，本王也帮你开一家春花饼铺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，咱们打个赌吧，要是我种出来红果，你就嫁给我。红果已经发芽了，是好兆头。去拿个花盆来。是。等扳倒了太子，局势稳定了，我们就一起回青州。你开你的果饼铺子，我做我的威北将军。闲暇时提笔描眉画画，动乱时提剑保家卫国。这样的日子，你喜欢吗？
喜欢。答应你的事，至少也要完成一件吧。王爷，梅林和少君快到西安王庭了。那我们派去暗中保护的人，待他平安到达，再把人撤回。是。是少君的马车，是少君把月昆仑带回来了。天神佑我西燕，拜见日昆仑，拜见月昆仑。少君，西安百姓崇神敬神，你我是能给西安带来福祉的日月昆仑转世，自然会被百姓敬拜。可是我并非真正的昆仑转世，假借神女之名娶你回西安，既是当时为了助你脱身的无奈之举，更是我想名正言顺地推进两国互市的有意为之。两国通商顺利，财帛入库，夫君就会真的相信我是神选之人。你我合力之时，便不会影响两国关系了。我明白，多谢少君。梅林是知恩图报之人，我也更希望两国再无战事。少君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帮助少君谈好边贸。夫君，儿臣不负所托。燕朝的宗硕郡主，就是儿臣要找的神女。宗硕郡主梅林，参见王上。恭喜王上神女降福，王上千秋永驻。皇上，郡主未行奉养之事，岂会受到天神的庇护啊？那将军的意思是本座误解了天意。将军有所不知，宗硕郡主是青州人。本君任青州王的时候，她便在本君的府邸。这府中上下皆行奉养之事，自然也包括郡主。这是10年前儿臣府中家丁奴仆的详细名录，还请夫君过目。天神降福，孤会择吉日，为神女册封少君妃。天神降福，恭喜王上，恭喜少君，恭喜少君妃。天神降福，恭喜王上，恭喜少君，恭喜少君妃。神钏是要绣在神女身上，这规矩历朝历代都如此，还从未有过绣在日昆仑身上的先例。
日月昆仑本就为一体，既是要为我吸烟祈福，绣在本君身上也是一样。这，我还是先去请示王上。来不及了，吉时已到。难道大巫想违抗神意吗？至于剩下的，我会亲自向夫君交代。何事啊？皇上，朝中的右军左将中将都反对与青州通互市。夫君，这是延朝皇帝拟定的与我西燕边贸互通的协议。儿臣认为，此举也有助于父君的长生大计。父君一直想要在西南方筑长生塔，两国互市之后，财帛入库，加之我西燕有神女庇佑，与青州的互市定能顺利。届时父君便能用互市所得建筑长生塔。好啊，长生塔修成之日，便是孤为你们举办婚礼之时。皇上，青州盛产铁矿，若能拿下青州，西燕的铁器便不用再仰仗燕朝鼻息，此收益非比寻常。皇上放心，待长生塔修成，王上的病自可痊愈。那就让神女与少君尽快启程青州，开通互市。是。少君，梅莲。父君允了边贸事宜，我们很快就可以回青州了。看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身体不适？没有，可能刚刚回来走得急，边贸事宜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你在这里稍等片刻。嗯。阿梅，你的力气怎么还是这么大呀？像个男人一样。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阿佳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不要动阿梅，你这样会吓到她的。阿姨，你们两个能在这见到你们真好。阿梅，来，坐。
多亏少君鼎力相助，若不是他，我们便不能活着回西燕了。我以前还想当东宫的女主人，没想到他竟是害了青州的真凶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反正他都已经偿命了。我以前就说阿梅比我们都有本事。阿梅，你是我们西燕的神女，若是少君早一些找到你，你便不用去当那和亲美人，做少君妃总好过进景王府当小妾啊。好了好了，这里是西燕王宫，现在阿梅是少君妃，以往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，会害了阿梅的。对对对，你那个邻家阿兄呢？他的邻家阿兄早就另娶了。唉，我不怨他，是我们两个没缘分。阿姨，你该怨他的。若不是他当面拒绝了你的亲事，你也不用在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呀，也不用来宫中当侍女了。要我说呀，就应该给他套上个麻袋，扔到山里去喂黑熊。对，我也可以帮你打他一顿。帮你打他。谢谢你们。不过啊，能进王宫得少君庇佑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我以前也想靠美貌寻求庇护，可我如今明白了，若想安身立命，还得靠自己。阿姨，你还是出宫和我一起去做生意吧。你做生意啦？这些都是我卖的最好的香粉。西燕与青州互通边贸在即。阿梅，你是青州人，一定知道青州人最喜欢什么味道。我说呢，你怎么今日这么大方？原来这个目的呀。阿梅，你等等我。阿姨，你快点儿，走了走了。少君，您说您做了这么多，为何不让少君妃知道呀？这本来就不应该是她所要承受的。不是这。攒珠花做金凤，点翠银丝团钗，大小东珠湖珠。茶谷，我觉得梅林其实都不太喜欢这些东西。公主，郡主的嫁妆总得有一些贵重之物的。也是，不喜欢的话，大不了卖了换钱。那茶谷，你再去帮我准备一些梅林喜欢的东西。可梅林姑娘喜欢些什么？景王已经不喜欢了。那奴婢真的不知道梅林喜欢什么了。茶谷，茶谷，你看，你说我送给梅林这两样东西好吗？梅林身手那么好，在西燕打猎的话肯定用得到这个。还有这把刀，挂在腰间多好看。这可是公主千里迢迢从西安带进宫的，公主可喜欢了呢。反正我在这皇宫里也用不上了，梅林去西安正好能用得着。茶谷，你再去帮我拿支笔，我要给梅林写封信。这西安王宫里好玩的地儿可不少呢。差点忘了这个。这宫里还是拘着他了。陛下，可要通传娘娘接驾？传吧。是。娘娘，陛下驾到了，是否迎接一下？禀陛下，娘娘她说旧伤未愈，观之不雅，恐怠慢了圣驾，恳请陛下垂怜。
公主，您到底是为什么躲着皇上啊？你看，我这都还没好呢，不想让皇上看到。这可是公主救驾的伤痕，就是该给皇上看的，说不定还能重赏呢。芳华殿都快堆不下了，赏的都是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。那燕妃喜欢什么？站住！是御宴的人没有尽心，是不是？臣妾好了，皇上。那就是说，你是在故意躲着这？臣妾害怕。怕什么？怕这？臣妾除了害怕之外，还有……哎呀，还有什么？喜欢他，就想了解他的过去，心疼他的遭遇，未来也想一直与他相伴。还有害羞，还有，臣妾好像真的喜欢上皇上你了。真是恶心，獐头鼠目。讲好。都有收着，看这个样子是个先行者。就是因为他，真是。我们家后院就有一片灯果林，每年冬天下雪的时候，树上结的果子，就像你画的这个腊梅一样好看。西安人在青州的时候，金陵巷的街坊经常塞钱给我阿娘，要吃我阿娘做的果饼。若是我阿娘还在，那我们家的果饼铺子一定是整个青州生意最好的。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让下我阿娘！让下我阿娘！让下我阿娘！小时候，我们家邻居的胖子哥哥曾经被我打掉了2颗牙齿，当时我才8岁。为什么？他欺负你了？他拿死老鼠吓唬我娘，后来我娘知道我打了他，又追着我打了1天。我要回家。
何人？你是渭北将军，人屠，青州是你烧的吗？朝廷已经发了告示了，青州大火和渭北军无关。胡扯！我亲眼看到的，殿下，全都看到了。老张，你怎么又糊涂了？来，快送他回去吧。他烧了青州，回去啊，回家吧。烧了青州，走，烧了青州。他们说是有坏人假扮成渭北军放的火。行了，走吧。靖王殿下，您万勿怪罪，这老丈他糊涂了。李长史，我如今只是青州刺史，不是什么殿下。刺史大人。大人万勿见怪，那老张说起来也是一个可怜之人。他原本是青林巷里的一个石匠，一场大火，家人全没了，心中愤恨无处发泄，神志便是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。抚平百姓心中的疮痍，重新获得他们的认可，这条路还很长。李长史在。我想在这里建造一座万民碑，碑上刻上死去百姓的名字。这片土地是他们的家乡，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，这样祈愿也能有寄托之所。刺史大人，下官这就去安排。官爷，来看看。啊，这石簪子是咱青州特殊的矿石所制，这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。独一无二啊，是。那您看这簪子，可有？路总有些不同。若是能找到这簪子相似的原石，有可能复原。不过，咱这青州啊，有10几个矿洞呢，想要找到相似的原石，要费些功夫。李长史在。重建青州需要人手，可如今青州多的竟是些老弱妇孺啊。启禀大人，自从青州大火之后，很多青壮年都上山做了山匪，城中确实缺人。传政令，只要山匪寇民无重罪者，愿意下山耕种，便既往不咎。凡入青州的难民，无论原籍是否在青州，统一按军户安置，分发农具和粮种。另，青州已经被朝廷设为边境胡市，凡入青州行商者，无论是盐人还是西烟人，均免税30%。大人明鉴，只要胡市开通，青州物资匮乏的局面定会迎刃而解。
大人，大人，这是西燕指派进驻青州，负责护市的官员，但是他们想微服私访，大约申时到访府衙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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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已经到西市了。风将春花吹散，梦被凉了一晚，心事破碎成满天星汉。这不是青州原本的样子。小时候正月里，我阿爹背着我，在这条街上看花灯，从这个街头走到街尾，这么短的距离，走了整整1个时辰才走到。那个才是青州原本的样子。听闻青州来了一位勤政爱民的刺史，不急着开垦矿脉敛财，反倒先修屋舍，安置流民，减轻赋税。两国开贸在即，相信青州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，甚至更甚。青州最重要的就是抚慰民心，能有这样的刺史大人为政，是幸事。到时候我们俩再来看花灯，从街头到街尾，估计要挤上2个时辰了。跟我来。哎呦，二位贵人，来看看吧。这些啊，可都是咱青州特产中的精品。这个簪子你喜欢吗？多谢少君。可如今我已经不习惯戴饰簪了。走吧。多谢。哎。抓住他！是，跟我来。殿下。果真是解药，老三，你的算盘又落空了。
时间。皇上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你快点醒过来吧。美人不必拼命，本宫不杀你。一炷香，我还不能倒下。微笑的梦，要不要被时光吞噬？跑不了多远，追！王爷，王爷，水蛭呢？王爷，水蛭死了。看来墨脉之毒只有血龙须能解。王爷，美玲姑娘出了芳华殿，被太子发现了。将春花吹散，梦被凉了一晚，心事破碎成漫天星汉。若命运太不堪，我深陷于泥潭，爱无可奈何坠入深渊。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那爱是一场无止境的流浪。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，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被熄灭。
快点醒来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皇上，皇上，我求你了，快点醒来吧，皇上。娘娘，可有异常？没事，本宫只是看皇上米水不进，心绪不宁之下才打翻了烛台。放肆！羽林未想擅入内室吗？末将不敢。殿下，属下失职。殿下，延明殿有情况，燕妃进殿了。殿下，殿下，将军府传来消息，太子妃晕倒了。江图，不要扶我。是我。我15岁便与父亲上了战场，立志要做忠义之士，守卫大燕的百姓。可如今，我却杀了自己人。我既放不下心中的大义，也放不下对你的感情。原以为闭上眼就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可我闭上眼睛之后，我看得更清楚了。我远比我想象中的更懦弱。我想要2全，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。若你还是于心不安，我愿在此诵经，直到你内心宽慰。细酌勾无，显明清白。宫内出现刺客，我等奉东宫之令，看护娘娘安全。怎么办啊，茶姑？即刻起，封锁延明殿，不奉米水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一出法药，救了3苦。
这几日我会剑杀世俗，留在这里超情赎罪。可能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放下心中的负担。没有两全之法，你只能选我。延陵境外围满了禁军，太子还软禁了燕妃娘娘，怕是娘娘未央的事情已经被发现了，皇上很有可能撑不过明日了。秦爷，本王从前总说还不到绝路，可这一次，我们面对的是皇城的精锐，拼尽全力，也仅有一丝胜算。你我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轻言誓死追随王爷。召集所有人，攻城救驾。是。受了这么多伤，你阿娘看到，该心疼了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会说，你不怕受伤，也不惧死。我也知道，若我要你赌上性命，你也一定会毫不犹豫的。你总说你要为无辜的青州百姓报仇，可你却忘了，你也是无辜的。你忘了哭，忘了疼，拼尽全力才站到我的面前。我怎么能再连累你第二次？想要血龙须，拿什么来换？我会写下认罪书，证明勾结刘忠，谋害父皇，刺杀楚军，乃我一人所为。这样，你便可周身干净地登上皇位。本宫要你向天下认罪。让我相信，你凭什么可以保护好他？凭我西燕少君的身份，凭大炎皇帝的赐婚圣旨，还凭我誓死都要护住他的情谊。救人可以，少君妃免了。以景王现在的主将，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你与太子终有一战，若败，即便他逃到了西燕，太子也不会放过他。唯有西燕少君妃的身份，才能庇护他。
用困住余生交换性命，他是不会愿意的。天神在上，月琴在此立誓，绝不会强迫梅林行不愿之事。若为此事，则此生所求，皆无所愿。这是雪龙须的种子，他身上的脉脉之毒还没有解开，唯有雪龙须才能救他。对不起，这次真的由不得你选了。景和，梅林，安常主人。梅林混入西燕和亲团，刺杀大燕三皇子。慕容景和，是你。不错，暗场主人正是本王。不是你，不可能是你。小乞丐，从你10年前刺杀本王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已经成为了本王的死棋。御前刺杀、末脉之毒，也都是本王为你设的死局。若不是你得了令牌，本王根本不可能救你出诏狱。本王与你合作，也不过是因为你知道了张印的踪迹。你虽是一颗不听话的棋子，但却是一把好用的刀。
你我之间，从来都不过只是在演戏罢了。演戏？对，从头到尾，本王都只是在演戏。本王怎么可能会爱上一颗棋子呢？老窝子村若不演得真些，你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被本王利用？没想到，你竟然入戏这么深，还真的爱上了本王。静和，你在骗我，你又在骗我！骗你？事到如今，骗你还有什么价值吗？再告诉你一点，你并非怕热盗汗，而是你的末脉之毒根本就没解。现在的你不过只有几个月的活头。哼，梅林啊，你死期将至，又对本王情根深重，不如再为本王做最后一件事。小乞丐，活着才是折磨。为本王去死！走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带到我们扳倒太子，再还给你。想跟你阿娘说话，就来找本王。奈何澜沧江太远，本王便把这蓝色星河为你搬到了这里，也想让你看看本王看过的最美的风景。你方才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慕容景和做你们家的赘婿，你真的愿意吗？咱们打个赌吧，要是我种出来红果，你就嫁给我。我的簪子你可要保管好了，若有一丝损坏，你要用一辈子来赔我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本王与狗相提并论！这条狗是青州大火之后我唯一的伙伴。棋子永远也做不了赢家，我想做的不过是替无辜者们讨个公道。是我不能与王爷同行了。青州，真凶不死，你有什么资格睡？你给我起来！青州。
你一定要活下去。是幻想，是悲，是泯灭的光。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悲，是泯灭的光。管贼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他是为了救我。停车！停车！梅林，别怪我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离开这儿。叛贼慕容景和勾结刘忠，刺杀楚军，意图谋反，其罪当诛，50问斩。听见了吗？杀你，也是天下人心所向。人心，杀的是真正的青州人屠。人心不死，真相终至。这真相可是你一字一字写出来的。慕容景和，你可认罪？认。念你是皇室宗亲，得天护佑，你且就当着天地宗亲的面自陈己罪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慕容一族上承天命，下育万民，宗亲夷夷，国祚方息。然今有慕容不孝孙，因己之私，罔顾祖训，犯下3大罪状。其罪一，不顾君父之辞，行谋亲叛逆之事，是为不孝；其罪二，身为皇子，不顾万民安危，残害青州数10万百姓，是为不仁；其罪三，不顾同根之情，行残害手足之事，是为不义。如此不慈不仁不孝不义之徒，实无颜再见祖宗社稷。三弟，就命你自刎。
以谢天下。本王刺杀楚军，并非是贪恋皇位，而是为国除奸。本王所述的不孝、不仁、不义之徒，乃是当今太子慕容玄烈，你可认罪？空将！王爷，去延明殿。慕容景和谋反，就地诛杀。王权，带人守好延明殿。是。皇城禁军数倍于我们，进延明殿之前，切勿起正面冲突。冲锋鼓起，生不停，死不退。只要他还记得冲锋鼓，便会记得将军的责任。若能赢得殷将军的助力，于我们便能多一份生机。冲锋鼓起，生不停，死不退。殷家世代忠烈，大燕危急存亡之际，还望殷将军能够当机立断，扭转乾坤。殷家世代英明，难道真的要毁在我手里？真是个好闺女啊！爹爹的掌心太硬了。啊！哎呦，爹爹忘了。阿娘说是爹爹把大眼保护在手心里才会起茧的。大眼太大了，爹爹也可以放一些在洛梅手心里。好，好，闺女啊，等你长大了，当了将军，爹爹就交给你一部分。嗯。哎呦，真是个乖孩子！偷看教场练兵，私用靶场，你还不知道错吗？难道父亲也嫌洛梅是女儿身，所以才忘了小时候应允我的事情了吗？我都当只是童言无忌。孩子，爹此生交付疆场，委屈了你和你的母亲。我不想让你走我的老路。洛梅幼时从未觉得委屈，因为我心里明白，父亲手心里握着的是大燕的安危，是国家的脊梁。而现在，父亲在我身边，女儿却觉得委屈了。我从未想过走父亲的老路，而是想走我自己选择的路。知道疼了吧？挑开它，好得更快。老师点兵，迟到者自领5军棍。父亲同意我当将军了。闺女，当你手心的老茧跟爹爹一样厚，那样才能成为保家卫国的将军。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那便不能辜负皇上的信任。
百姓的托付，还有爹爹的支持。洛梅明白。爹，如今洛梅掌心的茧已经比你还厚。守在延明殿里，必定是东宫挑选出的精锐。要进殿，只能硬拼。杀！进殿就驾。不必护我，进殿。王爷，快去！已经第3日用药了，皇上能醒吗？无论如何，必须撑够1炷香的时间。禁军来了，不能让他们进去！殿下，收手吧！赵将军，本王以德嘉皇后之名在此立誓，弑君者乃是慕容玄烈。本王闯宫救驾，实属无奈。禁军乃是天子禁卫，忠义之师，何必自相残杀？再给本王半个时辰，谁忠谁奸，真相自明。太子诛杀令已下，臣若抗命，便是与殿下同罪。臣愚钝，无法辨明真相，只能谨遵太子令。父皇如今就在本王手中，赵将军难道连皇上的性命也不顾了吗？赵将军大可为而不恭，既是护驾，又是奉命，本王只要半个时辰。慕容景和，现在就是你的死期！殿下，赵肃，本宫命立即诛贼。殿下，可皇上他……杀逆贼慕容景和者，赏万金。
守住延明殿，直至最后一人。杀！ 平南君乃忠义之师，我实在是不愿助纣为虐。今日这一战，赢了真相大白，输了，你们和我一样，都是遭人唾弃的千古罪者。今日若有人退缩，本将绝不怪罪。末将誓死追随将军，誓死追随将军。未得太子手书令，一兵一马不得入城。殷将军不愿做太子妃，是想与景王合谋造反吗？王爷。 逆子！
这是要去哪儿？回西燕。停车！为了他吗？为了青州亡魂。停车！少君，我必须马上回去。即便你此刻回去，你也进不了皇宫。靖王今日便要硬闯延明殿救驾，一旦进入皇宫，太子就会封锁宫门，将反贼全部诛杀。梅林，少君，吁！少君，赵境有消息了。赵境密报，皇上醒了。太子弑君谋反，已经下狱，子姑也没事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。只是景王他。将春花吹散，梦被凉了一晚，心事破碎成漫天星汉。若命运太不堪，我深陷于泥潭，爱不可奈何坠入深渊。你现在需要休息。旁的事，莫要操心。这个药好苦啊！说好了同甘共苦的，还真的挺苦的。景和，你要答应我，无论今后发生任何事，你都不要瞒着我。是欢笑，是悲，熄灭。慕容景和，你这个骗子！答应了要并肩同行，为何半路抛下我？你不许死！你欠我的承诺，我要你亲自还。慕容景和。你给我活着！血止住了，可药石不尽，王爷仍有性命之忧。能不能挺过去，就看这1、2日了。下雪了，阿梅。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那还是一场无止境的流浪。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，是奢望，是幻想，是悲。景和，你不许死！阿梅，是你吗？
对不起。簪子碎了，说好了要用一辈子来还的。别走，我们没有一辈子了，阿梅。阿梅。阿梅，别走，梅林。王爷，你终于醒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王爷，他来过吗？奴婢一直在院中，并未见他人来过。王爷吉人天相，定是梅林姑娘补的喜袍显灵了。喜袍。皇后娘娘当年绣的喜袍漏了针，是不吉之兆。那日梅林姑娘看到这鸾衣，奴婢便解释了其中缘由。奴婢也是后来才发现，姑娘竟然默默替王爷补好了漏针。还是拿刀比较容易。补好了，老天保佑，我们一定要赢。还是等事成之后，我亲手将这喜袍送给你。嘿。没想到经历了这一遭，你居然嫁给了我阿兄。如今我也终于明白了，相伴一生，何其艰难，不圆满，才是人生常事。你还喜欢这景王是吗？我与他已恩怨两清，
以前我总认为命运待我不公，但其实他对所有人都一样。我阿兄说的对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梅莲，我阿兄用邵君飞的身份保下了你，他只是为了还你的救命之恩。但是我父君他已经认定你是神女，他对日月昆仑的事情深信不疑，务必要你们赶在神诞日之前回到西燕，否则阿兄的少君之位不保，连你也会有性命之忧。少君为了救我，赌上了自己的前程。公主，少君来了。阿兄，梅林，此次回西燕，我不会用邵君飞的身份困住你，我会想尽办法还你自由。但在此之前，只能先委屈你，演好我的邵君飞了。少君的恩情，我会竭力相报。公主，王公公还在外面候着，吉时快到了，少君和邵君飞该走了。走吧。走了。阿兄，梅林。阿兄，梅林去了西燕，就只有你一个朋友，你不能欺负他。阿兄答应你。梅林，我阿兄他武功不好，你也不能欺负他。好，我答应公主。娘娘。那你们走吧。阿兄，梅林。那个芳华殿青竹酿没了。阿兄一回西燕就给你酿。那你要酿好多好多，梅林也喜欢喝。我帮忙一起酿。你们快走吧，一路平安。走了。阿兄，梅林。此生我们还会再见吗？当然，我们一得空就会来招亲看你。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那你们快走吧，别让皇上等太久了，误了吉时。我们走了。走了。